吸煙有害健康。可是你們知道嗎？在我們中國人的日常生活裡面，在我們現代中國的文化裡面，香煙可不僅僅是一個消費品，更多的時候，它是一種社交工具，甚至是我們人際關係中間的一個萬能鑰匙。今天我們聊一聊香煙。我從小到大是怎麼認識香煙的？你們好，我是 Edward， 我會用真實生活裡的普通話幫你們學習中文，也更好的了解現代中國。我記得我們小時候，在80年代，在中國的農村裡面，人們都是在自己的田地裡面種煙草，然後捲着煙草來抽煙的。但是到了80年代後期，煙草被禁止了，農民們不能再在自己的田地裡面種植煙草了。然後市面上開始有那種香烟可以賣了，然後慢慢的香烟就開始流行起来了。我記得農村裡面，不管是年輕人還是中老年人，都喜歡抽香烟。我們小孩子也覺得香烟很好玩。當時我們小時候有很多人收集郵票嘛，集郵。然後郵票我們收集不到很多，我們就收集什麼呢？我們就收集香烟的盒子，各種各樣的香烟盒子，五顏六色，五花八門，而且香烟的盒子都做得很好看。在我上大學之前，我在家裡面，我的爸爸媽媽會一直告訴我們，如果家裡有人來做客了，或者有村裡面的親戚朋友來家裡串門了，我要給對方遞上香煙，而且還得給他們點上，這樣才叫禮貌。香煙在當時就像請別人喝茶、請別人吃水果一樣，是一種禮節方面的表示。後來我上了大學嘛，我開始看很多的香港或者台灣的電影或者電視劇。在這些香港、台灣的電影、電視劇裡面，有非常多的抽煙的鏡頭。當時我就覺得，抽着煙特別的酷，特別的帥。而且不光是我這麼覺得，我周圍的同學都是這麼想的。所以在大學快畢業的時候，我們幾個同學開始慢慢抽煙了。當然，抽的不是很多，大家都只是覺得好玩、很酷、很帥。還好當時沒有上癮。一直到大學畢業，我開始工作了，我還是抽煙的，當然抽的不是很多。一直到我結婚的時候，我才開始戒煙，然後一直到現在，我都不抽煙了。在我刚刚戒完煙的那段時間，有一次關於香煙的對話，讓我現在還記得很清楚。
那個時候我工作的單位，我工作的公司來了一位新的領導，新的上司。有一天，他跟我說：“Edward，要不要出去抽根煙？”我尷尬地說：“我剛戒煙了。”他就一個人出去了。等他回來的時候，他笑着對我說：“Edward，你知道嗎？在公司裡面，抽煙還是有很多好處的。我剛才在抽煙的地方碰到幾個公司的領導，我們一起聊了聊，熟悉了一下公司的環境，我還跟他們拉近了一些個人關係。這時候我才明白，在職場上，抽煙、香煙也是一種非常好的社交工具。它就像打高爾夫球一樣。直到10年以後，我才意識到抽煙的嚴重性。大概6年前吧，我爸爸查出來癌症，他得的是肺癌，肺上的癌症。後来我爸爸每次住院的時候，護士台的護士都會問我們：抽煙嗎？抽了多少年？這個時候我才意識到，可能我爸爸的癌症就是因為他抽煙的原因。因為我爸爸有30年以上的抽煙的歷史，他是一個老煙民。然後我就上網去查各種信息、各種資料嘛，我就發現，在美國，其實早就有那種研究報告了。我記得有一個報告裡面明確說明，香煙會直接導致癌症。尤其是對那種20到30年以上的老煙民。而且也是因為我爸爸的這次癌症，我還發現了幾個有趣的事情。第一個就是中國的所有香煙都是由國有企業在做，國家的企業。第二個，中國的香煙盒子上，吸煙有害健康，只是小小的一行字。第三個，我在網上看到很多網民說，中國煙民的消費，每一年消費的香煙，交的稅，可以抵得上很大一部分的軍費。網民們開玩笑說，中國的煙民們在用自己的生命來養活我們的軍隊，是不是很好玩？也蠻諷刺的。現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裡面，香煙其實還是蠻重要的一個社交工具。上個星期，我的汽車不是在高速公路上拋錨了嗎？最後110的拖車司機把我的車拉到了加油站，他沒有收我額外的費用，只是讓我給他買了一包香煙作為報酬。我還記得以前我們家裝修房子，为了表示
對那些裝修工人的感謝，我們還會給他買一些香煙，甚至平時我們跟物業打交道的過程中間，我們也会用香煙來拉近關係。香煙能讓很多事情好辦一點，像不像一種人際關係上的萬能鑰匙？當然，現在整個社會都在提倡禁煙，在公共場合是不讓抽煙的。煙民們如果想抽煙，必須到那種特定的抽煙地方才可以。但是在馬路上，我們還是會吸到二手煙。二手煙對我們也是蠻傷害的，蠻危險的。你們那邊有禁煙的政策嗎？抽煙的人多嗎？你們的香煙盒子上有明顯的禁煙標誌或者吸煙有害健康的標識嗎？歡迎大家在評論區告訴我，我們一起討論。視頻的最後，我還是想再說一次，吸煙有害健康，而且會危及我們的生命，所以我們要遠離香煙。今天我們的節目就聊到這裡，希望你們喜歡，我們下次再見，拜拜。